为什么说殖民外星球就是在找死？殖民外星球听着挺美好，对吧？但你真踩上去试试，分分钟要你命，你吸一口气就得窒息，再走几步就会感觉到全身都要沸腾起来，皮肤也开始灼烧。今天咱们就唠唠，为啥那些吹得神乎其神的宜居行星，其实就是个恐怖的死亡之地，在那儿吸的每口气，每一次心跳都是在玩命。我们今天的第一站是开普勒 22b， 这颗星球曾被叫做第二地球，好得让人不敢信。它位于恒星的宜居带，距离刚好能让液态水存在，乍一看挺诱人，但实际情况可没那么友好。开普勒 22b 比地球大，所以这儿的引力强得多。你一踏上这颗星球，就会感到一股能把人压垮的重量把你往下拽，每走一步都要花2倍的力气，肌肉的负荷差不多是平时的2倍，就走一小会儿你就已经喘得上气不接下气，腿也累得火辣辣的疼。科学家发现它可能有大气层，而且氧气含量说不定还挺高，这听着是好消息对吧？但在开普勒 22b 浓稠的空气里，这份好运反而成了诅咒。在这么高的气压下，氧气会变成有毒的东西，每呼吸一次，过量的氧气就会涌入你的循环系统。一开始你会觉得头晕乎乎的，还有点兴奋，但很快你的视线就会模糊，身体开始抽搐，这就是高氧症，也就是急性氧中毒。在短短几分钟内，你的心跳会疯狂加速，然后突然停跳。要是没有特制的密封宇航服来调节气压，你在这儿撑不过几分钟。乍一看，这颗星球像个完美的避难所，但事实是它好是好，就是不安全。可就算轨道完美，空气能呼吸，也不代表就是安全的避风港。有些星球的危险不是来自空气或引力，而是来自邻居。咱们来看看紧凑的 TRAPPIST-1号系统，这儿的行星挤得特别近，从一颗星球上用肉眼就能看到其他星球挂在天上，这简直是殖民者的梦想啊！7个星球并排挂在天上，但这么近的距离是有代价的，特别是 TRAPPIST-1d， 在这里能让你看到其他兄弟姐妹星球的绝美景色。但在这儿，邻近行星和恒星的引力形成了强大的潮汐力，地壳一直处于拉伸状态，所以震动和地震是家常便饭。大地在这场宇宙拔河比赛中扭曲呻吟，前一秒还风平浪静，下一秒突然就一阵猛震，你眼前的地貌毫无征兆地开始变形，巨石底下裂开缝隙，灰尘和气体喷到空气中，而且每次震动都毫无预警，先是低沉的轰鸣，接着变成咆哮，石头像弹片一样飞溅，轻松能摧毁没有任何加固的庇护所。没过多久，头顶突然爆发出恒星耀斑，一道刺眼的紫外线和 X 射线辐射扫过大地，地平线变成了一条燃烧的光带。TRAPPIST-1d 围绕着一颗活跃的红矮星运转，这颗恒星用强大的耀斑和猛烈的恒星风炙烤着它的行星。你在天上看到的其他行星，其实都在提醒你，这儿的大气层最终会彻底消失。任何暴露在辐射下的人类都会立刻因为急性辐射病失去意识，而且每次恒星爆发耀斑，这颗星球的一部分空气就会被剥离到太空中，结果简直是毁灭性的。地下是没完没了的地震，天上是持续不断的辐射。就算这颗星球的温度刚好适合液态水存在，环境也一点都不友好。没有特制的宇航服和坚固的避难所，任何星际殖民者都必死无疑。结论很明显，在这个所谓的潜力殖民星球上，没有全套生命维持系统，根本不可能活下来。但不是所有威胁都像地震或耀斑这么明显，就算是一颗看似平静的类地行星，也可能藏着看不见的危险。咱们要说的就是开普勒 186f， 它常被叫做最像地球的系外行星之一，大小和地球差不多，还在恒星的宜居带里被温柔的星光照着。想象一下站在 186f 上，会有种熟悉的安稳感，重力正常，光线温暖，周围可能还有外星森林，你可能觉得摘了头盔就能呼吸，但这绝对是致命的错误。这儿空气的具体成分还是未知数，大气层说不定就是一杯咱们肺完全受不了的有毒鸡尾酒。模型显示它可能含有高浓度的二氧化碳，或者有地球上很少见的硫化合物。吸一口气，里面的气体可能是人体完全无法处理的。要是那有生命，它们的孢子或花粉可能会让人类产生过敏或中毒反应，就连雨水的化学成分都可能不一样，可能因为火山喷发或矿物蒸汽，雨水有点酸性，会刺激皮肤和肺部。没有完全隔离的装备，比如密封宇航服和特制生命维持系统，你连几个小时都未必能撑过。不管怎样，环境总会找到你的弱点。辐射在 TRAPPIST-1d 已经被证明是致命的，但下一个目的地辐射轰炸就没停过。比邻星 B 是离地球最近的系外行星，围绕着一颗隔壁邻居级别的恒星运转。从宇宙尺度来说，这种近距离让它名声大噪。要是咱们真要进行星际旅行，比邻星很可能是第一站。但这么近可不代表它友好，
在昏暗的红色天空下，比邻星壁的表面可能看起来安静又诡异，就算有大气层，也非常稀薄。你站在一片荒芜的平原上，沐浴在红矮星冰冷的光芒里，突然天空就爆发了耀斑，恒星释放出强大的太阳耀斑。几分钟后，一波辐射砸向这颗星球。一开始你啥都感觉不到，毕竟辐射是看不见的，但它的影响是致命的。这波耀斑里的紫外线和 X 射线能量是人类能承受的数百倍，要是你在户外，直接就会被烧成灰烬，就算穿了防护服，也只是拖延一下结局而已。更糟的是，这些耀斑不是偶然现象，比邻星经常爆发，反复的恒星风暴很可能已经剥离了这颗星球的大部分大气层，剩下的空气少得可怜，根本挡不住宇宙的力量，就好像比邻星壁的太阳在故意确保这儿啥都活不了。就算是平静的日子，这颗星球上的辐射水平也高得吓人，没有顶级的防辐射宇航服和屏蔽栖息地，活细胞撑不过几秒钟。讽刺的是，离我们最近的这个新家园本质上就是个死亡陷阱，距离近，轨道舒适，这些远远不够。有些行星看着真的很像地球，但它们的大小和年龄让它们变得很危险。下一个目的地就是这样，开普勒 452b， 它常被叫做地球的大哥哥，直径比地球大 60% 左右，年龄比地球大10多亿年。你可能会想象它是更成熟的地球，说不定是个有古老森林的繁荣天堂，但更老不代表更安全。踏上 452b， 你立马就能感觉到差别，引力像重压一样压在你身上，每一刻都让人紧绷，肌肉在额外的重量下酸痛不已，就算是身体强壮的人也会很快疲劳，过几天你的身体就会因为这种负荷开始垮掉。根据望远镜观测，这颗系外行星位于宜居带，但具体细节还不清楚。大气模型显示二氧化碳浓度可能偏高，高到人类无法忍受，还有二氧化硫或氨之类的微量气体会刺激肺部。受火山活动影响，这儿的雨水 pH 值可能在5左右，需要现场中和才能保护皮肤和呼吸道。在这颗地球大哥哥上，它的生物圈到底是啥样，还没人知道。不过咱们假设存在这样的生物圈，现有的长期化学循环模型显示，植物可能会产生人类吸入或误食后有害的未知化合物。要是有微生物，它们的代谢途径可能会产生对人体有毒的副产品。在通过全面采样和隔离措施确认当地环境前，走出密封栖息地，踏上这颗星球，你面临的风险都没法估算。而且别看他是地球大哥哥，正因为这样，他消灭外星殖民者的本事可能更厉害。到目前为止，我们去的都是几十光年外的地方，但离地球更近的潜在新家园呢？其实，太阳系里的一些卫星也被当成过潜在殖民点。木星的卫星木卫2和土星的卫星土卫2就是这样。这2颗卫星都被冰覆盖，冰层下有全球海洋，有水的地方就有探索的诱惑。但木卫2和土卫2的表面堪称宇宙级敌意。登陆木卫2就像到了外星版南极，美得惊人，但冷得致命，温度大概在-159摄氏度。在这个温度下，暴露的皮肤几秒就会冻住，不防护直接呼吸的话，肺都会结冰。除此之外，还有辐射。木星的磁场捕获了强烈的辐射带，不断轰炸这颗卫星。没有强屏蔽的话，不到1天你就会吸收致命剂量的辐射。围绕土星运转的土卫2也面临类似的极端环境，一样冷得要命。虽然土星的辐射弱一些，但长期在体内累积的危害一点也不小。表面引力小，又没有大气层，连一丝空气都没有，你就像个殖民者在太空真空中漂浮。在这些卫星上生存的唯一办法就是自带环境。我们需要密封加热的基地，用厚墙阻挡辐射，说白了就是冰层下或穹顶里的一个安全温暖的泡泡。离开这样的避难所，任何探险家都得穿全套隔热宇航服加生命维持系统，不然几分钟内就会被冻僵，被辐射穿透。木卫2和土卫2告诉我们，光有水远远不够，在这生存需要巨大的基础设施和持续的生命维持系统。除了类地行星和冰卫星，有些星球刷新了我们对宜居的认知。超级地球和海洋行星光听名字就很有希望，但它们对人类生存来说绝对是终极考验。比如超级地球，一颗比地球大得多的行星，那儿的引力能把人压垮，每动一下都累得不行，大气层可能异常浓稠，就像站在海底一样。就算有氧气，空气里可能大部分是二氧化碳或其他气体，不穿宇航服吸一口这种厚重的外星空气，可能直接就没命了。在这样的星球上，出门必须穿全套密封宇航服，不然气压和有毒空气会瞬间把你压垮。再想象一下海洋行星，一颗完全被无尽海洋覆盖的星球，没有陆地调节气候，风暴变得异常巨大，而且从不间断，空气又闷又湿，氧气可能很少，
明明被水包围，你却会喘不上气，而且人住哪儿呢？可能只能待在船上或漂浮城市里，随时被巨浪摆布。没有坚实地面，就没法种粮食、搞建设。这意味着所有物资都得自带，不管是空气窒息的超级地球，还是风暴不停的海洋行星，规则都一样，在户外活不下去。要在这样的星球上生存，我们得造完全人工的环境，比如在超级地球上建控温穹顶城市，在海洋行星上建大型漂浮基地，空气、食物、水，每一样都得自己生产管理。能把这些地方叫做家的唯一办法，就是把地球的一部分带过去。所以很明显，潜在宜居不等于对人类宜居。一颗行星可能温度合适，有水，但可能满是看不见的毒素，能压垮人的引力、恶劣的天气或致命的辐射。这些遥远的星球可能适合当地的生命，但对我们人类来说，全都是致命的。要在这些星球上活下来，我们得用上最顶尖的技术：密封殖民地、可靠的生命维持系统、辐射屏蔽。说白了，就是在外星土地上造一个地球泡泡。目前为止，我们知道的唯一真正宜居的星球就是地球，其他所有地方都需要我们付出非凡努力才能活下去。但这拦不住我们，人类就是探险家、建设者。我们会尝试，可能会造穹顶、水下基地、漂浮城市，一步步走向星空。只是要记住，一个错误，一步踏错，这个外星世界就会立刻提醒你，没有保护泡泡，你根本不属于这儿。所以你真的准备好住到另一个星球上了吗？